哈佛猛龙我们拿到了顶配版本，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车的一些驾驶体验哈。其实我觉得关于猛龙呢有2个关键词，首先就是硬派 SUV。目前20万以内的 SUV 市场定位硬派 SUV 的真的不多，旅行者算一个，然后哈佛自家呢还有一款车型叫做哈佛大狗，但是那台车设计上面相对而言会偏圆润一点，然后呢定位上更倾向于一台城市 SUV。然后第2个关键词，插电混合动力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插混和硬派 SUV 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组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硬派 SUV 一般它的油耗会偏高一点，然后加速性能呢一般般，但是在插电混合动力，在电机的加持下，它的性能更强了，油耗更低了。好了，我们不废话了，直接上干货。关于设计呢，我觉得哈佛猛龙它就是一台非常纯正的硬派 SUV。在它的身上，你除了大灯、除了这个轮胎之外，你基本上找不到太多的圆形的或者曲面的设计元素。我说2点哈，首先就是这个后窗的位置上，你看啊，在旅行者身上，它至少有一个上扬的线条，让它的后窗。让它的尾部看上去稍微要柔和一点，但是猛龙它就是2条线平行的，平行直接过去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车头哈，你看啊，车头的设计元素有铆钉，然后3条非常粗壮的镀铬饰条，整个车头看上去也是方方正正的，总之非常的硬核。现在呢，已经把这一台车开起来，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佛猛龙它的驾驶体验。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2个优点，1个缺点。2个优点，其中第一就是它的性能其实挺强的。我们同事呢之前做过一次0-100加速成绩，是在高电量的情况下，70%左右的电量，混动模式性能条件下，它的0-100加速成绩是6.3秒。这个成绩其实跟官方提供的100公里6秒的加速已经差不多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一台车是有电池的，它的车重整备质量是2吨，能在6点几秒的时间里面完成0-100加速成绩，我觉得对它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强了。而我今天开下来，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起步动力，你看。响应很快，电机直驱轴前后双电机的爆发力很强，这个我觉得它是在日常通勤的一个优势。其次呢，就是它的中后段提速，当我速度在时速70左右再去加速的时候，它的爆发力也挺强的。我觉得我们日常通勤的时候开起来还是挺爽的。然后第2个优点就是它的体验还是挺平顺的，它是采用的长城的那套2档的 DHT， 也就是之前柠檬混动系统。我觉得这套系统开起来真的挺平顺的。2档嘛，大家可能觉得在换挡的时候会有一些顿挫感，但其实呢，我在体验之后完全是没有的。给我的感觉好像跟比亚迪的那套单档直驱的体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油耗也有很大的惊喜哦。我们之前做的高速的油耗，你们猜多少？100公里的综合油耗只有5.99，这个油耗成绩跟官方的也是十分接近啊。这还是跑高速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在市区通勤的话，可能油耗还要低一点。要说一说它的缺点了，我觉得缺点可能最大的就是它的驾驶视野，因为这台车哈佛猛龙啊，它的前车厢设计的比较长，所以我在驾驶的时候，特别是越野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前方的视野会有一个遮挡，这个我觉得可能后期要做一个优化。然后就是它的座椅真的是挺硬的，很硬，邦邦硬。除了座椅之外呢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座椅的上下调节也挺有限的，反正我始终找不到适合我的一个坐姿。我觉得这个同样跟前方的驾驶视野一样，都是需要后期做优化的。然后呢，大部分的越野场景，包括一些轻度的越野路况的话，哈佛猛龙它都可以轻松的去应对。因为这台车它配有一把后桥机械式的牙嵌差速锁，这个在同级还是蛮少见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哈佛猛龙这台车。其实它上个月的销量是2000多辆，捷途旅行者的销量呢是4000多台。然后去年的12月份和1月份，猛龙的销量月均销量5000台左右，旅行者的销量呢是在1万台。这2台车的销量基本上差距是在2倍。我个人觉得哈佛猛龙销量可能输在首先是价格方面因为
哈弗猛龙嘛，它加入了插电混合动力，有了电池了，整体的定价要高一点，16万多的一个指导价，相比于旅行者高了不少。然后第二方面呢，我觉得哈弗猛龙成也硬派，输也输在硬派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哈弗猛龙不管是它的内外饰设计，还有它的驾驶体验，包括越野性能都太硬了一点啊，在整体的舒适性啊，包括一些细节上的设计，可能跟旅行者还有一些小的差距。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什么？接下来山海 T2，也就是旅行者的 CDM 插电混合动力版就要上市了，是不是对猛龙的冲击更大一点呢？你们认为呢？